嗨，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，阿伦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大家好，我是飞大叔。哎呦，飞大叔，你干嘛穿这样啊？我知道阿伦你是在质疑我。奥运起源的古希腊时期的运动员明明就是裸体参赛，不是，而我居然还自作主张用叶子遮住，这就是侮辱神圣的奥运啊！不是，我不应该因为现代的眼光而感到羞耻。不要，我错啊！咦，是那个到处逮捕 YouTuber 的狗警察吗3天后，学乖啦。乖了。每4年一次的奥运一直都是人类史上最盛大的运动赛事之一，当然也是有相当多的争议和荒谬的事情发生啊。在这边也先呼吁大家，不可以群聚，也要保持社交距离，一起平安健康的欣赏比赛转播哦。而这一届最大的争议当然就是该不该举办啦，不要碰啊！或者该如何保持社交距离。不要碰。就像前阵子一直在争论的奥运保险套一样，这次总共制作了16万个保险套。这2个吉祥物在干啥呢？但是最新的规定是，东京奥运会提供给你，但是不准你用。给？不准用干嘛还给啊？因为不给就怕他们不用哦。这逻辑搞得我好乱啊！对，真的很乱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要来跟各位大家来介绍史上最乱的奥运比赛。比保险套还乱吗？比保险套还乱，比戳洞还乱。又3天后，最乱的奥运比赛呢，是发生在西元1904年的8月30日，第3届美国圣路易斯奥运的男子马拉松比赛。因为没有什么经验，便没有什么经验的设定比赛距离为24.85英里，也就是39.9922公里。那为什么不要多个7.8公尺凑40公里呢？我就是不要啊！你好就好。而这次的比赛便是从这位詹姆士·苏利文奥运主办人就开始乱了啊！秘密实验。詹姆士·苏利文决定透过这一次奥运进行一项秘密实验啊！这个实验就是呢，马拉松选手是否能够靠脱水来提升运动成绩？干嘛要在奥运做这种乱来的实验啦？在全长24.85英里的赛道上，主办单位只在最前面的6英里跟12英里2处设有水源，后面一半的路程就只能自生自灭了呀！这谁也知道，不可能吧？比赛当下，奥运工作人员开着汽车跟在选手旁边，在气温高达32度、满是灰尘的泥土赛道上，又没有水可以喝啊！快脱水呀！快脱水呀！最后32名选手里面，居然有18名选手放弃比赛，还有人因为脱水并吸入过多汽车卷起的灰尘而有生命危险啊！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在意我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顺便的啦！能够成为最乱的奥运比赛，当然不是只有主办方的功劳，参赛者也是蛮乱的啦。像是有2名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南非选手，他们其实是在隔壁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啊。听说隔壁好像有个叫做奥运的东西，要不要顺便去参加？好啊，那就简单参加个马拉松来跑跑好了。史上头2位参加奥运的黑人就这样顺便的跑了马拉松，并且顺便的拿到了第9跟第12名哦，也太顺便了吧！虽然其中1位被野狗追而偏离了赛道，多跑了1英里啊。我会狗狗，我开玩笑的。第一个抵达终点线的选手叫做弗雷德罗兹，但其实他只跑了9英里之后，就因为抽筋而无法继续比赛啊。我有一种想要打人的冲动，不知道你懂不懂？在推出比赛之后，就搭了个便车，准备返回终点，还沿路跟观众还有参赛者挥手致意呢。但在19英里处，车子却也抛锚了，他只好下车继续跑回终点线，并成为第一个抵达终点的选手。后来还跟美国总统的女儿合照，最后是在准备颁发金牌时才被揭穿。我是开玩笑的啦，不好笑，真正的冠军。美国选手托马斯·希克斯在距离终点前10英里处，由于严重脱水，并且在剩下的路程当中根本没有一滴水可以喝，他的训练师便给他了一些含有老鼠药成分的兴奋剂，在药物的影响以及严重脱水下，让他开始产生幻觉，最后是由训练师搀扶着半死不活的拖过终点线，并且直接送医院啦。不是这样应该是训练师获得冠军吧？最糗的选手
假如你觉得刚刚那些已经很乱来了，这里还有一个更乱来的选手哟。啊？什么？居然还有！150公分高的古巴邮差安达林·卡瓦哈尔也参加了比赛，但在比赛前，他先惬意的在新奥尔良的赌场赌博。开始喽！哎，打这个！暗湖啦，哈哈哈！我可以搭船去找洛斯喽！在输光所有钱之后，便惬意的搭便车去奥运会场。虽然没钱买运动服，就惬意的把长裤剪短就去比赛了。比赛过程中，也因为已经40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便惬意的在路边的果园停下来吃些苹果。最后肚子痛的时候，才发现刚刚的苹果已经烂掉了，就惬意的躺下来小睡一下，等肚子好一点。起床后就惬意的跟观众聊聊天，惬意的偷了观众车上的桃子，最后惬意的得到了第4名。啊，这也太惬意了吧！太惬意了，他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惬意的奥运选手了。最初的几届奥运会，由于制度跟比赛的设备还不是很成熟，所以实在也闹了很多的笑话。这次为大家整理一下以前发生的一些奥运有趣的事情哦。这集呢也在影片中藏了一只小扑吉，所以请大家也可以把它找出来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